Hello， 大家好。因为疫情导致经济衰退，很多国家在发钱的同时都刺激消费、扩大内需。最近，在中国第9届经济学家年会论坛上，某位经济学家说：“把钱花光，为国争光。”其实爱国很简单，怎么爱国呢？就是把钱花光。针对这种奇葩论调，很多人都说求求专家们说点人话吧。其实加拿大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是这样想的。彭博社上个月对经济学家做的调查显示，经济在疫情2次爆发放缓之后，预计今年最后9个月将以 5% 以上的速度增长，但这个必须建立在加拿大民众消费支出猛增的基础上。这种说法靠谱吗？可能现实情况没那么乐观，因为这周民调数据就出来打脸了。诺纳斯为彭博新闻社做的调查显示，今年绝大多数家庭都要忙于增加财务收入，勒紧腰带过紧日子。3/4的加拿大人表示，他们首要的财务任务就是偿还债务，而且需要过更节俭的生活。只有11%的人表示，他们今年还计划有大的开支。虽然在去年的严重衰退之中，由于政府提供财务收入支持，加拿大人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，但是在未来几个月，加拿大人最担心的问题依然是家庭储蓄耗尽了怎么办。CIBC 银行年度民调也验证了这一点，他们的调查显示，加拿大人对未来1年的乐观情绪明显下降，偿还债务将是加拿大人进入新1年的首要财务目标。很多人表示，因为他们今年承担了更多的债务，所以解决债务问题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儿。民调显示，加拿大人在2021年第2个财务优先事项就是保持账单按时付款。很多人都担心抵押贷款利率上升。金融邮报有一个消息显示，5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可能迎来大流行期间的首次上升。据说这个利率可能已经在2周前触底。报道说，有多名加拿大经纪人声称，5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可能在本周提高。他们说，贷款方已经警告他们可能在近期加息。这个消息靠不靠谱还有待于验证。今天还有一个消息，就是路透社的消息称，货币市场看到加拿大银行将基准利率降为0的可能性增加，因为第2波疫情封锁导致了人们对经济复苏的悲观情绪。在去年3月份，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，达到创纪录的低点 0.25% 之后，人们普遍认为利率已经触底。加拿大央行也认为这个利率是底线，但是在去年11月，央行行长蒂夫曾表示，如果经济持续疲软，央行可能会进一步放松利率。在1月20号，也就是下周，央行议息会议将会公布最新的基准利率政策。因为此前央行已经排除了负利率的可能性，所以很多专家预计可能会有低于25个基点的微利率下调。这也是下周最值得关注的信息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信息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